6月的海总是藏着说不尽的诡异。那天午后，天空阴沉得像泼了墨的宣纸，压得人胸口发闷。可海面却反常的平静，连一丝风纹都没有。潮湿的空气裹着咸腥味儿，粘在皮肤上难受得紧。我叫林金火，那年58岁，在这片海域淘海40载。驾驶的金福号是一艘20吨级的老旧拖网渔船，船身虽布满风霜，钉子缝里嵌着长年累月的盐字，却依旧结实耐操，陪我闯过无数风浪。当天和我一同出海的还有30岁的儿子天福，67岁的老船长丙叔，以及2名船工阿雄和阿忠。天福年轻力壮，手掌却还没练出厚厚的茧子，每次拉网总是喊着胳膊酸。丙叔是渔村里资历最深的船长，头发和眉毛都已花白，皱纹深刻得像海。床的沟壑，一双眼睛看过太多沧桑，对大海的脾气了如指掌。阿雄和阿忠是同村的小拱子，话不多，干活却踏实，捞鱼、理网、修补船具，样样都不含糊。我们驶向远海一处被老一辈称为黑水湾尾的海域，那里海底地形错综复杂，暗流汹涌，渔获时好时坏，却也时常能捞到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或是生了锈的旧铁锚，或是残破的木船板，有时还能捡到几枚年代久远的铜币。下网前，丙叔站在船头望了半天，皱着眉头说：今天的海静得反常，大家都警醒点儿，起网时慢着点来。网下了约莫2个小时，太阳躲在乌云后面，连一点光线都懒得透出来。天福搓着手说：爸，这网下去这么久，说不定是个大鱼群，咱们发财了。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这片海的平静总让人觉得背后藏着什么玄机。准备起网时，麻烦果然来了。天福和阿雄、阿忠合力搬动绞盘，原本顺畅的绞盘突然发出吱呀吱呀的惨叫，像是随时都会崩断。马达运转的声音越来越沉闷，一缕焦味瞬间弥漫在甲板上。不对劲！丙叔猛地从船舱里冲出来，花白的眉毛拧成了疙瘩。这重量绝不是鱼群，鱼群挣扎是乱的，这东西沉得发死，还带着股拉扯力。我凑到绞盘旁，亲手握住钢缆，只觉得一股钻心的沉重感透过掌心传来。那不是鱼群撞击网的动静，而是一种均匀的、死沉的，还带着某种诡异脉动的拖曳感，像海底有颗巨大的心脏，透过钢缆一下一下扯着我们的船。爸，缆绳在发烫！天福惊慌地喊了一声，手触到钢缆后猛地缩了回来，指尖泛着红晕。我低头一看，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全身，那浸透海水，本该冰凉的粗壮钢缆竟然冒出了丝丝白烟，触手温热，旁佛连着一座海底火山。更可怕的是，海面开始无风起浪，以我们的船为中心，漾开一圈圈油污般的墨黑色涟漪。那些涟漪转动的方向，竟然与海浪的自然流向完全相反。空气中飘来浓重的铁锈味，还混着一种像是陈年药材与防腐水交杂的刺鼻气味，闻着让人头晕恶心。阿雄脸色发白，声音发抖：船长，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活的吗？丙叔没说话，眼神紧紧盯着海面，突然转身冲进船舱，拿出3炷香，快速插在船头的香炉里，点燃后双手合十，对着漆黑的海水嘶喊：海上兄弟路过，借道而行，无意冒犯，若有得罪，还请谅解，3声万里，各走一方。长话还没说完，绞盘突然嘎嘣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紧绷的钢缆猛地一松。天福和阿雄、阿忠没防备，一下子摔在甲板上。与此同时，海面轰地炸开巨大水花，一股水柱喷起数米高，浪花落下时，一个庞大的黑影从水中浮了上来，缠在我们的渔网里。所有人都惊呆了，网里没有一条鱼，
只有一个巨大黝黑的长方形物体，外面缠满了厚重的深绿色海藻与藤壶，还有无数纠结的破渔网绳索，一看就在海底沉了许多年。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缠在上面的海藻和绳索清理干净，这才看清它的模样，长约3米，宽高各约1.5米，通体呈现一种哑光的深铁灰色，边角处有些锈蚀，但主体结构却惊人的完整，形状规整的不像天然物，更像一个巨大的金属箱子。更诡异的是，箱子表面那些海藻缝隙间吸附着许多早已死亡却未腐烂的小型海洋生物，几只螃蟹，一堆虾子，甚至还有几条小鱼。它们的躯体呈现不自然的僵直，颜色灰败，就像被瞬间冻结了一样，连触角的姿态都保持着生前的样子。这是什么？天福好奇地想凑近看，丙叔却厉声喝止：“别动！”他死死盯着箱子，尤其是箱子侧面那些被海藻半遮半掩的地方，似乎有模糊的刻痕，又像是某种特殊的花纹。这东西邪门得很。丙叔的声音带着颤抖：“海里的东西该烂的早烂了，这种铁箱泡在海里几十年不稀奇，但连附着的生物都死而不腐，这不是普通的死气，是怨气缠身啊！我们找来撬棍、绳索，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沉重的铁箱弄上甲板。铁箱触手冰凉，那种凉意不像普通金属的凉，而是一直往骨头里钻，让人打从心里发寒。箱子一上船，原本闷热的空气骤然降了几度，连海风都似乎绕着金福号吹。甲板上的几个人都忍不住裹紧了衣服。回航的路上，所有人都很沉默，只有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经过一片暗礁海域时，一向平静的船舵突然自己猛地向左打到底，船身剧烈倾斜，眼看就要撞上礁石。丙叔反应极快，双手死死抓住船舵，拼尽全力往回扳，额头青筋暴起，脸憋得通红，嘴里还喊着：“稳住，稳住！”挣扎了好一会儿，船舵才终于恢复正常。船擦着礁石边缘，险之又险地过去。丙叔松了一口气，回头看着那个铁箱，喃喃道：“他不想到岸上去，这东西不愿意离开大海。”金福号拖着一个巨大铁箱回渔村的消息，像野火燎原一样，半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渔村，连附近城镇的人都听闻了消息，纷纷赶来看热闹。我们不敢把这东西放在村里，就暂时存放在港区一处废弃的渔业仓库里，由我、丙叔和几位老船长共同看管，没人敢让它随便上岸。流言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滋生变异。最先说法来自渔村里85岁的海通伯，他曾是早年的潜水夫，见过无数海底的稀奇古怪。被人搀扶到仓库后，只看了一眼箱体锈蚀的纹路和几个特殊的铆钉排列，就倒抽一口凉气，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是大号的药水柜。海通伯的声音颤抖得厉害。早年有些特殊的船会用这种柜子装不能见光的货，不是鸦片，是更邪门的东西。你们看那些铆钉，是封魂钉的排法，是内行人专门用来镇压邪祟的。这柜子里的东西绝对不能见天日。紧接着，一位从城里赶来，自称懂风水磁场的罗盘师黄先生，拿着一个古旧的铜罗盘，绕着铁箱转。离箱子还有10步远时，罗盘的指针就开始疯狂旋转，转得像个陀螺，最后死死指向箱子。无论他怎么移动方位，指针都纹丝不动。黄先生脸色发白，后退了好几步，摇着头说：“这箱子里的东西带着极强的念，要么是把自己锁住了，要么是被人锁在了里面。它扰乱了周遭的气场，千万不能打开，否则必遭横祸。”最惊悚的传闻来自一位住在海边、早年曾跑过国际航线的老轮机长昆元书。他听完箱子的发现地点和特征后，脸色变得异常凝重，拉着我们走到偏僻处，压低声音说：“
几十年前，那附近海域沉过一条可疑的船，不是军舰，也不是普通商船。听说船上装的不是货，是人，不是活人，是那种被处理过要运去别处的人。后来船沉了，就再也没人打捞过。这铁箱的尺寸，他没再说下去，但所有人都听懂了，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不安的气氛在渔村里弥漫开来。有人说，深夜经过废弃仓库，能听到里面传来细微的，像是金属摩擦的扣扣声，像是有人在里面敲打着箱子。还有人说，铁箱周围的地面总是凝着一层洗不掉的水汽，腥臭味难闻，连草都长不出来。我家里供奉的妈祖神像前的香，连续3天点燃后就莫名熄灭，无论换多少香，怎么点都撑不过1炷香的时间。天福的老婆阿慧开始做噩梦，每天晚上都惊醒，哭着说梦见一个巨大的铁盒子在海里飘，里面传来无数人敲打的声音和哭喊声，那些声音凄厉得让人毛骨悚然。正当人心惶惶，丙叔和我商量着要不要请法师做场法事，然后把铁箱送回原处海域时，一位不速之客带着大批人马，开着几辆进口的豪华轿车，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渔村。来人叫陈天豪，是附近城镇的首富，做拆船、废五金和古董买卖，财大气粗，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据说连城里的官员都要给他几分面子。陈天豪穿着笔挺的西装，却嚼着槟榔，一口红色的槟榔汁随意吐在地上，眼神贪婪地扫视着铁箱，像在看一堆黄金。林船长，他开门见山，声音洪亮，这铁柜我出1000万买了。1000万在那个一碗阳春面只要几毛钱的年代，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围观的渔民们瞬间发出惊呼，不少人眼睛都红了，纷纷议论着：1000万啊，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林船长发财了。天福用力抓住我的手臂，呼吸粗重，脸上满是渴望。爸，1000万啊！阿慧的娘家一直嫌我们穷，有了这笔钱，我们可以买新船，盖楼房，阿慧也不用再跟着我们受苦了。我背脊发凉，心里像被2只手拉扯着，一边是足以改写家族命运的巨富诱惑，是儿子眼中闪闪发光的渴望，另一边是日益具体的恐惧，是家人的异常，是老前辈们声嘶力竭的警告。海通伯死死拉着我的衣角，低语道：金火，这钱烫手啊，拿了这笔钱，全家都会不得安宁的。昆元叔更是直接挡在陈天豪面前，沉声说：陈老板，这箱子来路不明，邪气极重，强行打开恐有血光之灾，里面装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陈天豪哈哈大笑，吐出一口血红的槟榔汁，满不在乎地说：邪气，我陈天豪拆过的船比你们见过的还多，多少老船都说闹鬼，拆开来不就是铁板跟烂木头，1000万够你们整个渔村翻身了。林船长，你儿子想娶媳妇，你想退休想轻浮，不就是等这个机会？他的话像一把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我看着儿子被海风早早刻上皱纹的脸，想起媳妇苍白的脸色和那些噩梦，又想起自己讨海40年，风里来浪里去，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不就是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也许这真的是大家自己吓自己，也许这箱子里真的没什么邪门的东西，只是一个普通的旧铁柜。天福低声哀求：爸，陈老板说了，开箱就在码头空地上，他会请城里最厉害的道士来坐镇，还有很多记者也会来，光天化日之下能出什么事？妈祖前的香也许只是受潮了，别想太多了。内心天人交战了许久，最终对贫穷的恐惧，对家人未来的渴望，加上一丝侥幸心理，压倒了那深入骨髓的不安。我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说：好，但要请正派的法师，仪式要做足，开箱后不管里面是什么，箱子本身归你，
里面的东西我们一概不问。陈天豪咧嘴笑了，志得意满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林船长果然是个爽快人，你放心，法师我一定请最好的，仪式也绝对隆重。他当场让手下拿出一张100万元的支票作为定金，剩下的900万约定开箱后一次性付清。陈天豪重金请来了据说来自城郊着名道观、颇负盛名的吴道士，选定7月初1开鬼门的前一天，在渔村港区东侧一处空旷的旧码头开箱。消息传开后，附近城乡的人都赶来看热闹。那天下午，码头挤满了数百人，有我们渔村的人，有外地来的看客，还有陈天豪请来的报社记者。相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比海面上的阳光还要刺眼。吴道士身穿绣着八卦图案的法衣，手持桃木剑，在码头中央设坛请神，案桌上摆着香烛、符纸、灵符水，还有各种法器。他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挥舞桃木剑，一会儿洒出灵符水，法事做得极为隆重。陈天豪站在一旁，显得有些不耐烦，但也耐着性子等法事结束。终于，吴道士将数张黄色符纸飞贴在铁箱各面，大喝一声：“天地清明，邪祟退散。”随后对陈天豪点了点头。陈天豪立刻挥了挥手，2名手下推来一台烧汽油的大型切割机，刺耳的马达声瞬间盖过了人群的嘈杂。他们戴上面罩，拿起喷射着赤白火焰的切割枪，对准铁箱侧面预先画好的线。高温火焰与特殊合金接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爆出大团耀眼的火花和浓烟。那声音磅礴，能钻透耳膜，让人忍不住捂紧耳朵。码头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数百双眼睛死死盯着切割点。海风似乎停了，只剩下切割机的咆哮和金属被撕裂的哀鸣。铁箱的材质远比想象中坚韧，切割进度十分缓慢，火花中箱体被割开一道越来越长的红热裂口。突然，嘶一声，一股极寒混浊的灰白色气体从裂口处猛地喷涌而出，那气体带着强烈的、令人作呕的防腐水与腐败药材的混合气味，瞬间弥漫开来。离得近的人被呛得连连咳嗽，眼泪直流。更诡异的是，气体接触到码头地面，竟凝结成一层薄薄的、油腻的灰白色霜状物，脚踩上去滑溜溜的。吴道士脸色一变，急急摇动法铃，诵经声变得急促起来。陈天豪掩着口鼻，不耐烦地催促：“继续，快点切开！”切割枪再次对准裂口末端，继续切割。就在这时，一阵清晰无比的声音传了出来：咚咚咚咚。那声音从铁箱内部传来，透过尚未完全切开的金属板，闷闷地传到所有人耳中。不疾不徐，沉重而规律。庞佛里面有个活物正用某种钝器一下一下敲打着内壁。码头上的喧哗声瞬间死寂，数百人鸦雀无声，只剩下海鸥偶尔的尖叫和那持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咚咚声。陈天豪的手下吓得手一抖，切割枪差点掉在地上。怕什么？陈天豪强作镇定，脸色却有些发青，是热胀冷缩，金属变形的声音，继续切。不对，吴道士额头冒汗，紧盯着铁箱。这声音有节奏，绝不是金属变形。话音未落，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切割开的裂缝处，除了喷出寒气，竟然开始渗出粘稠的暗红色液体。那液体不像血，更为浓稠，颜色也更暗，像生了锈的铁水，又混着某种油脂，缓缓沿着箱壁流下，滴在码头地面上，发出嗤嗤的轻微腐蚀声，冒出缕缕白烟。啊！人群中有人尖叫起来，恐慌开始蔓延，不少人纷纷向后退去，挤成一团，是防锈油氧化了而已。陈天豪额头青筋暴起，显然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却依旧不愿意放弃。他一把抢过手下的一把大铁锤，冲到铁箱前，
对准那道被切割开大半的裂缝边缘，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砸了下去。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遍码头，本就脆弱的切割缝被砸开了一个大豁口。几乎在同一瞬间，轰的一声，一股比之前强烈10倍的灰白寒气，混合着浓烈的药水恶臭，从豁口喷薄而出。同时，那暗红粘液大量涌出，在地面上积成一滩，腐蚀的声音越来越响。而最让人魂飞魄散的是豁口内闪现的画面。透过寒气与飞溅的火花，可以看到铁箱内部是一格一格密密麻麻的金属抽屉，像中药柜又像档案柜，排列得整整齐齐。许多抽屉的缝隙里伸出了惨白的、干瘪的、属于人类的手脚，甚至还有模糊的面容，它们被某种透明或半透明的黄色凝胶状物质紧紧包裹，固定在寒气中若隐若现，有些还保持着挣扎、拍打、极度痛苦的姿态。人，全是人。一个记者下的相机掉在地上，镜头摔得粉碎。是标本，人体标本。见过世面的昆元书失声喊道，声音充满恐惧，是早年那些恶魔留下的实验标本。码头彻底大乱，尖叫声、哭喊声、推挤声响成一片，数百人争先恐后地向后逃离，有人被挤倒在地，哭喊着求救。场面完全失控，陈天豪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连连后退，一屁股坐倒在地，脸上再无半分嚣张，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和恶心，双手撑在地上，不断地向后挪动。吴道士强忍惊骇，踏前一步朝豁口内看去，只见那些被凝胶包裹的肢体间，似乎还散落着一些泛黄的文件、玻璃器皿，以及几个写着陌生文字和符号的标签。其中一个标签上的文字看着像是早年某个侵略势力的文字。他正要细看，铁箱内部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磅礴无数人同时叹息的呜声，那声音凄凉而哀怨，让人听着心头发紧。紧接着，所有抽屉突然同时剧烈震动起来，发出哐啷哐啷的撞击声。那些干瘪的手脚在凝胶中似乎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要挣脱束缚。怨气凝而不散，肉身封存。这是极伤天和的邪术。吴道士声音发抖，对瘫软在地的陈天豪喊道：“陈老板，快停手！这箱子不能再开了，里面是被非法拘禁制作标本的冤魂，他们的魂魄被强行锁在残躯里，不得超生。你这是在释放百年怨愤啊！”但陈天豪已经吓懵了，双眼发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手下更是早已跑得不见踪影。就在这时，一直死死盯着铁箱、浑身发抖的海通伯庞佛用尽最后力气嘶声喊道：“我想起来了，早年有一艘可疑的船，据说是搞秘密研究的，后来在这片海域失踪了。船上装的不是货，是被掳走的平民，是被当成实验材料的同胞啊！这铁箱就是那艘船上的东西。”此言一出，如晴天霹雳，码头上尚未跑远的人都听到了。许多人停下脚步，回头看向那个狰狞的铁箱，眼神从恐惧慢慢变成了无比的愤怒与悲伤。有人低声啜泣，有人骂着那些惨无人道的恶魔，空气中弥漫着悲愤的气息。陈天豪手下那个原本拿着切割枪的工人，因为过度惊吓手一松，还在喷射火焰的切割枪掉落在铁箱豁口附近，火焰瞬间引燃了渗出的暗红粘液和部分凝胶物。忽一小股火焰窜起，顺着粘液蔓延进铁箱内部。不好！吴道士大惊，想要扑上去扑灭火焰，却已经来不及了。火焰触及箱内的凝胶和残存的保存药剂，并没有发生爆炸，而是让铁箱内部猛地一亮，随即传出一连串轻微的噗噗声，像是什么东西终于破碎消融了。紧接着，一股庞大、混乱、充满痛苦、
恐惧与无尽悲凉的意念洪流磅礴从豁口处奔涌而出，虽然无声，却瞬间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头。我脑海中闪过无数破碎的画面，黑暗的船舱，穿着白袍戴口罩的人影，冰寒的器械，无声挣扎的人们，绝望的眼神，最后是无边的冰冷与黑暗，以及漫长岁月中意识被囚禁在僵硬躯体里的麻木和逐渐增长的冰冷恨意。然后一切戛然而止，铁箱内部的震动停了，寒气不再喷涌，暗红粘液也渐渐止住，火焰被赶来的几个冷静的渔民用水桶扑灭，箱子静静地立在那里，豁口内一片狼藉。那些惨白的肢体在火焰和空气的作用下，迅速变得更加干瘪、焦黑。陈天豪面无人色，看着原本以为能带给他财富的铁箱变成这副模样，又看着周围渔民投来的愤怒目光，终于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被随后赶来的手下连拖带拉地弄上车，灰头土脸地逃离了码头，连那台昂贵的切割机都顾不上拿。事情并没有结束，陈天豪回到城里后，他的拆船厂就接连发生怪事，新收的废船总是无故漏水，明明检查过没有破损，却能在一夜之间积满海水。切割机、起重机等设备频繁故障，还接连发生工人被设备伤到的事故。晚上厂区里总能听到奇怪的敲击声和低语声，吓得工人们纷纷辞职。不到3个月，陈天豪的资金链突然出现严重问题，几笔大生意莫名告吹，合作滚爬办纷纷撤资，原本跟他称兄道弟的某些势力也开始疏远他。他本人则噩梦缠身，每天晚上都梦见无数干瘪的手从黑暗中伸出，抓着他不让他离开，精神变得越来越恍惚，生意一落千丈。不久后就传出他低价变卖产业，离开当地的消息。有人说他去了海外，也有人说他隐居在乡下，从此吃斋念佛，赎自己的罪孽。至于那个铁箱，在吴道士主持了一场隆重的超度法事后，我们几个参与打捞的人，还有村里的几位老人，驾着金符号，将它连同里面那些可悲的遗骸，以最庄重的方式重新沉回了黑水湾尾那片深邃的海域。这一次我们没有带任何打捞工具，只是在船头摆上香烛，默默祈祷，愿那些冤魂得以安息，愿大海能安抚他们受伤的灵魂。自从开箱那天起，我家媳妇阿慧的噩梦就停止了，妈祖神像前的香也能顺利烧完。吴道士说，那是因为那些被禁锢的怨念，在火焰与外界的刺激下，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或消散。虽然未必能完全超脱，但至少不再强烈影响无关之人。渔村也慢慢恢复了平静，人们依旧出海捕鱼，过着平凡的日子，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却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吴道士后来私下告诉我，从箱内残留的文字标签碎片和那些标本的处理方式来看，海通伯的猜测很可能接近真相，那是战乱时期某个邪恶势力进行不人道研究的冰山一角。那些被装进铁箱沉入海底的，不仅是鲜活的躯体，更是被暴力剥夺的尊严与安宁。肉身虽灭，魂灵不灭。吴道士叹息着说，他们承受了超越死亡的苦难，所求或许并非复仇，只是解脱，是被后人知晓，记住他们曾遭遇的不公。陈天豪强开铁箱，虽是为了贪念，却阴差阳错让这段黑暗历史重见天日，让这些无辜者的悲鸣有机会被世人听见。只是这代价，对那些亡灵来说都太过沉重。后来我依旧驾着金符号出海，只是再也没去过黑水湾尾那片海域。每次站在船头，望着远方雾霭中的海平面，心中总是沉甸甸的。我越来越明白，我们当时拖回来的不只是一个铁箱，更是一段被刻意沉埋的民族伤痛，是无数同胞被践踏的苦难，是一段血腥历史的无声证物。
那1000万的诱惑像一面照妖镜，映出了人性在巨额财富面前的盲目与脆弱。最终，富豪梦碎，铁箱携着无数冤魂重归深海，唯有那段惨痛的历史与亡灵的悲叹，重重地敲在我们这代人的心头。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大海深处沉没的不只是船只与财宝，更有民族的泪与血。铁箱沉回黑水湾尾的深渊后，海面恢复了往日的起伏，渔村的香火重新顺遂，仿佛一切经济都已随浪平息。但倘若那些被禁锢的魂魄并未安息，只是化作了海流的一部分呢？也许在某个海雾浓稠的午夜，铁箱的锈迹会悄然脱落，露出底下层层叠叠写满陌生文字的铭文。那些文字并非诅咒，而是一份尚未完成的名册。每一个被囚禁的魂魄都在等待一个正确的名字被轻声念出，才能真正散去。又或者，铁箱本身是一个笨拙的保护壳，里面那些看似恐怖的标本，实则是某种古老仪式中自愿献身的守海人。他们以自身为封印，镇压着海底更深处、更不可名状的存在。陈天豪的切割反而松动了一道不该松动的屏障，而在一个被我轻轻扭转了可能性的故事变体中，铁箱被打开后涌出的并非怨气，而是寂静极致的吸收一切声音的寂静。凡是目睹箱内景象的人都会暂时失去言语的能力，仿佛他们的声音被那些沉寂多年的魂魄借走了，用于在另一个维度完成一次未尽的控诉。直到3个月后的满月夜，所有失声者会同时梦见同一片海，听见里面传来一声集体的清晰的谢谢，声音落下，言语方归。你看，历史惨痛的真实重量往往让我们止步于悲愤与警示，但故事可以在铭记之上长出另一种藤蔓，它或许通向救赎的隐喻，或许指向更离奇的谜面，甚至可能质问，若苦难能以非人的形态存续，那么解脱是否也需要非人的仪式？我是阿明，一个为清醒世界编织梦境陷阱的筑梦师。对我而言，一则沉船铁箱的往事，不仅是关于贪婪与历史伤痛的预言，更是一个现成的宇宙入口。现实中的惨剧应当被严肃铭记，而在故事的平行维度里，我们可以用诡谲的想象为那些沉默的呐喊搭建一座回音的殿堂。你的记忆里是否也有一座类似的铁箱？它可能是一件家族传承中谁也说不清来历的老物件，一段长辈讳莫如深、轮廓模糊的往事，或是你家乡某个地方流传的关于水下之物的古老禁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听过或感到好奇的关于水底秘密的传闻或家族记忆，它们或许会成为下一个故事的冰冷起点，也可能是打开另一个深海宇宙的钥匙。